8月9日，某知名集团董事长的女儿袁九儿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聚会的近照。某知名企业家小女儿姚安娜、陈凯歌的大儿子陈宇昂，以及赌王何鸿燊的小女儿何超欣同框。这也是赌王离世后，何超欣首次参加豪门聚会。何超欣、袁九儿、姚安娜、陈宇昂等几位名流子女的关系一直不错。据悉，他们既在国外留学时熟识。何鸿燊1921年出生于香港赫赫有名的何启东家族，是香港开埠后第一代首富之家。在少年时代，家庭背景较好，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那时候的他无需担心未来的生活，好景不长，美好的生活在他13岁的时候戛然而止。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炒股失败，顷刻间家产化为乌有，还欠下巨额债款。他的父亲也带着哥哥逃难到越南，丢下他和母亲留在香港，这让何鸿燊茫然失措，瞬间轰然倒塌。正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苦难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生活的不易，人生的渺小与渺茫，从而把握方向，坚定意志，从人生巅峰掉进地狱。对他极大的影响，尝尽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人在年少时经历磨难，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幸运。那时的他只有靠读书学习来充实寒微单薄的人生，这也是何鸿燊人生向上攀登的重要途径。人生难得的是能遇到机会，还能抓得住机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入战乱之中，工厂停工，学校停学。20岁的何鸿燊刚上到大学3年级，无奈走出学校，逃难澳门。当年澳门处于中立区，创业环境相对较好。那年他便踏上香港开往澳门的难民船，用着身上仅有的10元港币，过着逃难的日子。那时的何鸿燊到澳门便立志成就一番大事业，起初在一家名为联昌的公司工作。那时的他勤勤恳恳，深得老板的喜欢，也凭借他惊人的记忆力，将2000多个澳门地区各行业的号码熟记，并且有杰出的社交属性。很快他便成为公司骨干，仅1年的时间便成为公司的合伙。在当时的环境下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但是工作却并不轻松。他负责押船，会经常遇到海啸和盗贼，但是何鸿燊将生命都压在这份工作上，但是最终他赢了。1943年，他便在公司获得超过100万的澳元红利，并拿到人生第1桶金。经历过人生大风大浪的他知道其中的风险，但是他一穷二白，想要快速致富，必须铤而走险，便拿着第1桶金在港澳两地做起船运、制造和地产生意，逐渐积累起雄厚的家产。而真正让他成为一代巨鳄的是第2次豪赌，进军赌业。1960年，澳门原赌牌的持牌人傅老荣去世，各路人马都加入到了竞争的队伍中。1961年，澳门还处于殖民时代，何鸿燊联合霍英东成功拿下了澳门赌场的专营权，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开始建立他的博彩帝国。后来市场放开，澳门专营博彩业的企业增加了2家，外资势力进入澳门，市场被进一步压缩。为了加大竞争的优势，有鬼王爷、赌圣之称的叶汉拉来了，何鸿燊和霍英东联合竞标，可想而知，第2次豪赌成功，让何鸿燊赚得盆满钵满，也让澳门焕然一新，民众获得便利，实现真正的双赢。而这一切得益于他的高瞻远瞩，定位未来的发展模式。此后何鸿燊又逐渐在叶汉的内部交锋中占据上风，一家独大，面对强悍的竞争对手，冷静，不退缩，不言弃，稳坐澳门博彩第1把交椅，完全主导了澳门的博彩行业，不抛弃，不放弃，有野心，有毅力，这便是何鸿燊，也有了赌王之名。面对赌博，何鸿燊说过：“我从来不赌，只做开赌场的人。”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何鸿燊从来不赌博，是想将命运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年少时的他历经挫折，对他影响深远。他饱受被命运捉弄的滋味，便不想再次被命运摆布。他只想做开赌场的人，因为开赌场的人永远都不会输，不赌就是赢。人生亦是如此。